2025年，中國外貿總額45.47萬億元，增長了3.8%，出口增速6.1%，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間品與高端製造出口強勁，德國外貿增長乏力，出口僅增1%，受關稅與競爭擠壓，對美出口下滑。中國重成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德對華貿易逆差顯著，製造業競爭力持續承壓。中國貿易順差8.51萬億元人民幣，增加20.4%。德國貿易順差2028億歐元，約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了15.9%。中國的貿易順差約為德國的5倍，此消彼長，中國大大拉開了與德國對外貿易規模的差距。德國《世界報》就這一現象進行了報道，對德國製造遇冷憂心忡忡。我們來看看該報道：全球貿易，中國崛起，德國衰落，德國製造出口遇冷。德國長期被視為工廠的工廠，向全球出口工業產品。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報告顯示，中國正強勢切入這一高利潤領域。這一發展對德國區位經濟而言來得不合時宜。2025年，德國自中國進口汽車數量首次超過對華出口，這一數據標誌着歷史性轉折，折射國際分工深刻變化。中國正接過德國數十年來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被稱作世界工廠，長期生產紡織品、玩具、電器等。憑借廉價規模化生產，中國企業重塑多個行業，企業將生產基地與數百萬就業崗位從高工資國家遷往中國。德國曾從中國繁榮中受益。德國經濟是工廠的工廠，德國的專長並非終端產品本身，而是製造其他國家賴以生產的機械和工具。車床來自比勒菲爾德，液壓泵來自斯圖加特，工業機器人來自奧格斯堡。這也適用於法門等高質量的零部件和中間產品。這一獨特優勢已成為過去，中國生產商正沿價值鏈向上攀升。2025年，中國資本品與中間品出口大增，超1750億美元。消費品出口自2019年以來首次下降。如今，驅動中國出口的不再是冰箱、筆記本電腦，而是法門、工業發動機、鋰電池、半導體組件、油田設備等等。中國為新興市場提供建設工廠所需裝備。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數據顯示，這一進程正在加速。2025年，中國中間品出口增長9%，上年為6%。2025年初，中國在全球貿易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中供應量已超過40%。在這一年裡，該領域全球貿易增長中約有一半來自一個國家，那就是中國。具體案例可見格局轉變，中國法門出口增長超20%，僅增量就約等於美國全年該產品出口的一半。鋰電池出口增長約20%，增量相當於波蘭與匈牙利兩國出口總和。中國電池企業在中東歐設有大型工廠。中國正從其他新興經濟體崛起中獲益，這與德國此前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相似。2025年，中國近半數出口流向新興市場，2017年這一比例僅為1/3。德國面臨雙重壓力，中國出口增長動力來自東盟、印度、中東與非洲，凡有新增產能之處，中國如今都提供工業基礎裝備，這也是國家投資政策的結果。10多年前啟動的中國製造2025及“十四五”規劃，系統性推動中國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對德國而言，這一發展來得不合時宜。德國經濟目前正陷入雙重重擊，一方面是競爭力日益增強的中國生產商在核心市場與德國企業展開競爭，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通過加徵關稅，使歐洲商品在美國變得更加昂貴。這種困境在統計數據中也可見一斑。2025年，德對美汽車出口承壓，1到11月對美銷量同比下降了17.5%，同期對華銷量大跌約1/3。
科隆經濟研究所稱其為真正的內爆。較2022年峰值，德國汽車出口已暴跌超過54%。作為德國出口支柱的機械製造業，直接感受到中國崛起衝擊。印度、巴西、東南亞等以往依賴德國技術與設備的市場，如今越來越多的由中國供應商供應。2025年，中國首次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機床出口冠軍。中國出口增長18%，德國下降10%。中國全球市場份額近22%，德國約17%。去年，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稅，美自華進口大幅回落，出現巨大供給缺口。報告指出，理論上歐洲本可填補，但實際並未實現。歐盟僅承接不到3%的轉移需求，且幾乎全在醫藥領域，由美國企業囤購原料藥驅動。除醫藥外，歐盟對美飛機、汽車等出口反而下降。東南亞與印度更為靈活廉價，承接筆記本、手機等最終組裝。歐洲被排除在外。這些新興市場對美新增出口中，並非只是經轉口、換標或簡單加工以避稅中國的產品。麥肯錫分析顯示，中國投入品佔比不到一半，東南亞出口增速快於進口，表明當地形成真實增加值。產業正從成本上升的中國向外轉移。德國仍有突破點，即使在機械裝備等領域競爭加劇，德國企業仍有機遇。德歐企業近期顯著擴大歐盟內部貿易，在拉美、中東、亞洲對德歐擅長的醫療技術、科研儀器、專業機械需求上升，診斷設備、假肢、心臟起搏器等領域仍具優勢。人工智能熱潮帶來新空間，全球數據中心建設推高網絡、制冷、供電設備需求，這些正是歐洲企業強項。1月，歐盟與印度、南方共同市場簽署自貿協定，巴拉圭本周已完成批准。協定將逐步開放市場，短期難扭轉局面，但中長期有望為機械、醫藥等打開新出口通道。德國工業必須適應其作為全球工業裝備供應商的優勢正在減弱的現實。德國能否在未來世界經濟中找到新地位，企業能否快速確立新角色，將決定本國的財富與就業。好的，本篇報道比較長，那麼接着我們看看評論啊。第一條評論：中國領導層雖然談不上人道主義，但至少很聰明，並且為自己的國家進行戰略性思考。此外，他們不允許任何對國家無用的人入境。我們的政客恰恰相反，他們表現得好像德國和德國經濟根本不可能被擊垮一樣。問題出在我們的領導層。繼續往下，想去中國的人必須工作，來我們這裡的人則可以吃福利。再往下。也許德國經濟走下坡路也是件好事，那樣的話，很快就會沒有錢用於諸如從世界各地引進移民，為所有不工作的人提供巨額社會福利等等這類項目了。不過，最終的覺醒將會是殘酷的。下一則，迅速可能會很困難。一方面，有無數法律上的規定，是歐盟和德國政治強加給企業的。再加上由於生產成本極高，用於研發的預算已經所剩無幾。除了外部強加的規定之外，企業內部也出现了越來越多的自我要求。這些要求既昂貴又降低了效率。如今重要的首先不再是工作或產品是否出色，而是流程是否被遵守。這裡存在着太多內部和外部的官僚主義，以至於在這個國家已經無法迅速做出反應。繼續往下，遺憾的是，有兩個重要的問題沒有被提及：昂貴的能源和高昂的人工成本，這些都讓德國的工業失去競爭力。再往下，在某些領域，德國可能仍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問題是還能領先多久？我們在許多領域都依賴中國提供原材料，而不是終於開始在德國本土開發我們自己的資源。好的，下一則。
中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並且以犧牲現有市場參與者的代價來實現這一地位，這確實只會讓記者或那些近年來未曾到訪過該國的人感到驚訝。儘管如此，我既不會高估中國企業的實力，也不會低估德國中小企業的實力。但沒錯，成本必須降下來，僅靠收入是無法維持生活水平的。我們的制度並不具備向下調整的機制。再往下，如果你看看社民黨，或者看看公共媒體，或者更不用說工會，最糟糕的是左翼黨，你就會發現，德國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什麼都沒有，絕對是什麼都沒有理解。不過，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已經失控的立法和官僚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不斷臃腫的公共部門。我無法想象上述情況在短期內會有任何改变，還需要再過幾年，直到德國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那些必要但不受歡迎的決定才能被做出。好，下則。我們已經在社會化中走向了深淵，至少我們還有足夠的力量去罷工。現在讀到的新聞裡也只剩下罷工了。之後呢？先是請病假。據醫保公司 AOK 說，德國人平均每年20天病假。我們真的病得這麼厲害嗎？是因為有機食品嗎？好的，再往下看。這種情況自2000年代以來就已顯現。任何對未來有過一點思考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看跟貼。沒錯，我當時在慕尼黑一家大型汽車製造商工作。當中國人說我們把你們的車全買了時，德國管理層眼裡只有錢，但前提是你們只需要給我們看看你們是怎麼造車的。他們就把一切都展示出來了，每一個細節，他們瞎了眼，只看到短期的利潤。而現在中國人已經超越了我們。好的，德國知識點評，這是很德國的觀點，即傲慢的德國人認為是他們教會了中國人造汽車，沒有德國人，中國人根本造不出汽車，這就是德國人的認知。直到今天，很多德國人還這麼認為。好的，下則。除了高昂的能源成本和過度擴張的福利國家之外，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教育。這個制度糟透了，最愚蠢的人都能混進大學，去學性別研究之類的垃圾專業。好的，看跟貼。這種教育困境正反映在 PISA 評比、我們的政治人物以及德國的衰落之中。再往下，我的中國供應商幾分鐘或幾小時內就回復，德國呢要等好幾天，有時甚至要等上1周，這就已經說明問題了。而且我們德國人還有那種傲慢，我有時會提醒他們，中國在造火箭和空間站，所以質量是能做到的。他們的質量已經不是20年前那樣了，他們有最先進的工廠，因為他們與德國的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性別平等、覺醒文化的世界福利部不同，他們中國人在為自己的國家和未來投資。好的，看跟貼。現實存在與德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而這裡的人們還熱衷於選擇它。下則，有人正在制造不利於德國的經濟事實，而政界卻還在夢想着進一步擴大福利國家體系。德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喪失市場份額，中國接盤的速度如此之快，令人震驚。繼續往下，這可是工業界和我們的政界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結果。那些還得到政策扶持的合資企業，大規模地把整套工業設備連同必要的技術知識並拱手送給了中國。此外，各國人員還能在我們這裡免費由國家資助的大量留學深造，這不僅僅送出了寶貴的技術知識，也讓德國本土的專業人才在國際上不再被需要。就這樣，我們把自己徹底賤賣了。好的，看跟貼。某種程度上也挺美好的，我們的工業文化，我們昔日的教育文化在中国得以延續。維德爾在中國備受尊敬，他的演講都在電視上播出。我們大多數人已經與成功和共同福祉告別了。再往下，
如果遠東能以1/3的價格提供同等質量的產品，客戶會去哪裡買？這還用問嗎？氣候議題、性別政治，還有繁瑣的各種申請，這些東西絕對不會讓企業經營者選擇購買德國產品。好的，下一則。這一點都不奇怪。如果本國政府竭盡全力讓自己的國家去工業化，德國曾是世界工廠的工廠，也曾是世界藥房，可如今還剩下什麼？一無所有，是意識形態化，徹底錯誤的政策，讓我們自己把自己搞垮、搞小了。再往下，我記得大約30年前在德國西門子，當時還專門招收中國實習大學生。那時候我就想，哎，也太天真了吧。下一則，我們至少還是接收難民領域的全球市場領導者吧。繼續往下，誰還需要汽車、化工或是機械製造業啊？我們可是有環保型難民安置產業呢。這玩意兒能保住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不是嗎？德國知識點評，朋友們啊，這名網民是在諷刺啊。好的，繼續往下。我們就是完全沒有競爭力，只要能避開，我絕不會再買德國貨或德國服務，尤其是質量，簡直慘不忍睹。在這種福利大鍋飯模式下，本來就只能這樣，努力工作根本不划算。因為國家會拿走最終價格的高達80%，50%的工資附加成本，加上19%的增值稅，還有各種官僚繁文縟節，然後這些錢就被拿去養一堆無用的閒職。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用各種拍腦袋的規定去騷擾努力工作的人。再往下，這麼看來，德國多年來給中國提供的發展援助也算是值得了。看跟帖，通過貿易促進變革，我們曾試圖用這套方針對待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結果呢，只鞏固了獨裁與帝國主義，我們自己卻一無所獲。恰恰相反，我們現在只能步步落後，疲於追趕。下一則，從一段對話裡看到，我們這兒正在翻修一座橋，預計要封路施工好幾年。也聯繫了中國建築公司，結果人家全都婉拒了，理由是你們的活太少了，只有14天的活，根本不值得我們來。繼續往下，這下德國發展援助部裡可要開香檳慶祝了，終於算是大獲成功了，把海量德國稅款砸去中國，在那兒搞出了掠奪式資本主義，而在德國本土，我們卻靠着所謂社會公平，把真正的市場經濟成功搞沒了。好的，再往下。就在幾年前，人們還把中國稱作廉價垃圾國家，說他們只生產破爛，說中國人只會盲從，別人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之類的。但我指出，他們其實只是按訂單生產，而且我反倒覺得他們往往非常自信時，我周圍的德國人根本沒有人願意聽，這比2022年還要早一些。以前人們把企業機密看得比什麼都重，像護着生蛋機或小寶寶一樣，排斥外國專業人才，連打電話都小心翼翼，生怕無意間泄密。可突然間，外國專業人才來得越多越好，我們的衰落是咎由自取。我們早已忘了謙卑，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好的，再往下。我自主創業36年，在客戶那裡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中國人在下圍棋，走長遠棋局，而我們還在練習怎麼捕捉陽光，卻壓根兒沒想過該怎麼用它給充電寶充電。奧格斯堡依舊生產機器人，只不過這家公司現在歸中國人所有了。在德國，但凡關乎未來的經濟政策，能搞砸的幾乎都搞砸了。好的，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德國企業家脖子上套着苛捐雜稅和官僚主義的枷鎖，本必須投資才能跟得上競爭，可如今已經做不到了。而國家幾十年來
把數十億資金揮霍在自殺式能源項目上，卻不投入未來技術，必要時還心甘情願供養半個世界，不管是接受移民，還是把資金送往國外。後果呢？有能力的都走了，比如巴斯夫，在德國這邊關停工廠，在中國那邊新建產能。但說到底，是選民自己想要這樣的。好吧，朋友們，從評論來看，一副世界末日景象啊。德國社會總體是非常悲觀的，不過這就是當下的現實。而且隨着美國攻擊伊朗，導致中東局勢徹底失控，對缺少能源的德國更是雪上加霜。